来，首先咱分成几大类，第一个是贴纸类。如果有新报课的学员，然后我们在看的时候，屏幕左下角的字挡到了你的这个咱们桌面上的字儿的话，那你可以在屏幕的空白处点一下，字幕就消失了啊。今天主要是先是咱们的贴纸类为第一个学习内容，贴纸是第一个咱们的学习内容。贴纸有哪些呢？比如说咱们现在市面上买的这种，对吧？各种各样的贴纸，还有这种是什么？它是一个立体的浮雕贴纸。浮雕贴纸和这种贴纸的贴法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在贴的时候，里面有一些注意点，也是会有轻微的区别，贴纸呢有大有小，就是贴法都是一样的。大家主要学里面的一个注意点，好吗？来，首先是我们的这个贴纸，然后甲面呢，大家涂好底色之后，或者说你在透明甲面上大家试一下，着重来记问题点。今天就算大家没有这个东西实操，也可以跟着学习的啊，然后首先是来说咱这种常用的这样的，看啊，它是一个平面的，可能图案有单个的，还有长条的，有细的，有宽的等等都一样，但是这种贴纸的使用方式都在这儿，都在吗？我为啥看不到大家的消息？是因为我这有问题？我再换个手机打开，你们都在吗？我还讲半天，完了咱都没在，今天人少是不是？行啊，咱在就行，你们能打字我能看见就好，可以。来这种，然后这种贴纸我们怎么去贴？首先 A 类是属于一个薄贴纸，我们就写薄的啊，我们这么去区分，好不好？然后我白话一点，薄贴纸就是所有这种比较薄的、没有立体突出的，都叫做薄贴纸，不管是圆的、方的、畸形的，还是什么花形图案的都一样。然后像这种贴纸的贴法，来。有问题点，着重写的时候咱就写问题点。甲面上，不管你在涂完色胶之后，还是在加固胶之后，首先注意点的第一个就是要擦浮胶。首先就是要擦浮胶，我这3个字可能不太好看，就是擦浮胶，就是浮在甲面上的那一胶。如果有浮胶是不能去进行粘贴的，好吗？因为像这种带背胶贴纸的，一定是要在擦浮胶后的甲面上操作，不能直接在我们的这个色胶之后或者加固胶或者有比较多胶的后面直接去贴，肯定会翘边，好吗？这是我们防止翘边的一个主要点，防翘边。防翘边，好吧？然后我们去贴啊。贴的时候，如果你是这种小的圆形的，各种就有图形图案的，你直接抠下来往上贴上去就可以了。但是像这种有点长度的这种，我们怎么去给它贴啊？来，我们先在这上面大概量出它的一个宽度、长度大概在什么位置？按一下，就这儿。好，拿我们的剪刀给它剪开。好，取下我们想要贴的这个长度，看一下啊。我们在贴的时候，首先甲面涂完色胶之后，一定记得擦浮胶，不擦浮胶会容易翘边。我这一个点非常的关键，大家一定要记好。好了，然后除了这一个之后，我们怎么去抠这个贴纸？注意看啊，一般来说我们用到的是咱们的镊子，也就是接下来的第二个注意点就是我们用镊子也好，用什么也好，我们使用的时候一定切记啊！比如说我们在贴抠这种小型的图案，是不能用手的，不能用手取贴纸。好吗？因为你一旦用手取贴纸，你手上的粘性、汗液呀，还有油脂呀，就会卡到这个边边上，而且一旦取不好，这个边边就会翘边。那么贴在指甲上，这个边缘也就不牢固啊，这也是种会让它翘边的原因之一。所以说我们怎么去取？注意看，在这种纸上取小图案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贴纸来看啊，把这个贴纸这样。就你要取哪里，就卡住它那个边边，这么来回去扭动一下，让它这个边边能翘起来的情况下最好。你看，就轻轻这么一扒拉就翘起来了，看到没？就不需要用多大的力气，然后来从一边这么取下来，看到没有？
就这么取下来，然后去贴，手不要动啊，手不要动。贴好之后，你看它是因为有粘性的，所以它是不会掉的。然后放到我们指甲上，哎，贴上去就可以了，贴上去就可以了。然后这里面的注意点就是刚刚我说过的，取贴纸的时候不要这么去抠，千万不要这么抠啊，因为一旦一抠就容易翘边。第三个，捏怎么写来着？捏，打个字儿，图啊，捏纸的，捏要取图案的，你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记也行啊。捏要取图案的边缘，轻轻的用镊子，哎呦，这个错别字不对，用镊子取下，用镊子取下，就是说取的时候，我先捏住这个边边，先捏住这个边边，然后来转动，用镊子这个边缘把这个贴纸的一个角先给它翘起来之后，再用镊子取下来，是这一个顺序啊。所以说刚刚的这一个大的也是一样，我们既然剪下来了，那就更好剪了，只需要把这个地方稍微揉一点。不要用力拽，因为这些贴纸都比较薄，就顺着它的那个贴纸的长度去贴就可以了啊。好了，来看取好的贴纸，我们放到夹面上去，因为这个贴纸是比较长的，我们可，哎呀，呵，你看就可得小心，重新剪一块啊。这其实很多同学在贴贴纸的时候有一些问题点，就是顺序的还没有搞清楚，就很容易翘边呀。为什么贴完就封层完了之后，那个边边还是有一点点翘起来，就压不下去？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忘记擦浮胶了，得先擦浮胶的啊。好看，来这个是这儿。贴纸有的时候是比较方便，因为后期你们真正做顾客的时候，开始做顾客的时候，贴纸要比咱们这个自己去画，有的时候会省事儿很多，但是有的时候该学的还是要学的啊。好了，来卡住这个边边，我们就给它先贴到夹面上，别忘了现在是擦掉浮胶的夹面，已经擦掉浮胶的，旋转调整位置，贴上去，看一下啊。好，少人，对，今天人少。今天会不会教得快？对，今天课程会快，因为内容就都比较简单，但是主要是要给大家去讲一些问题点。大家买镊子的时候啊，去买这种带硅胶头的，它是可以拆下来的，用力拆也能拆下来。但是买这种硅胶头的，贴上去之后会这样，用这个镊子啊，注意贴好之后，就是这些问题点，我给大家说到，贴好之后用镊子。硅胶头压哪里呢？看一下啊，我写大一点，压的是贴纸，整个贴纸以及边缘。边缘啊，着重在这儿，就是也就是我们贴上去之后，不要就放上去，把中间压一压就得了。除了压贴纸中间以外，给它压实，边缘的地方一定要压，就是这些透明的边边一定要给它压下去，因为你一旦压好了，有的时候你视线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就是看不到它的那个接缝处。然后所以说啊，我们需要有的时候必须要擦浮胶之后再操作，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你不擦浮胶，你直接这么贴上去，它的边缘肯定是会有一点点翘边的，好吧？然后来，我们沿着指甲需要多余的地方给它剪掉就可以了。剪掉这个地方有多余的，待会儿可以再打磨一下啊。然后基本上，这个就贴好了，如果我们有需要的话，可以再去进行第二个图案的粘贴。这个适合粘一个长条条的啊，竖长条，或者我们去手绘啊也可以。如果说在这后面去手绘，怎么去操作？都一个样子的啊。好了，这个会了吧？然后到这一步之后啊，我们还有到下一个点，比如说剪完我们想要的大小，或者说你直接取下来一个固定的图案大小之后，我们贴到甲面上，贴好了之后压实边缘，不要就这个样子直接封层了，不能直接封层，你要怎么样呢？先涂一层加固胶。先涂一层加固胶，照完灯之后再去封层，不然你这个边缘的地方是很容易
掉落的。贴纸的表面这个位置它是没有粘性的，你在没有粘性的地方直接上封层，它肯定容易掉，肯定容易翘边，对不对？所以这一层之后，我们先去取咱的稀一点的加固胶或者牛皮胶都可以。先薄涂一层，只是来说，不是说平常贴纸就只能在这上面去操作，单色后操作，做款式的时候也可以加进去。但是如果说我们做款式的时候想要保证贴纸的牢固度，记住咱画星号的这几个问题点，好吧？画星号的几个问题点，然后包括边缘的地方，给它包边，包好边之后来先照灯。照完灯之后，我们需要怎么样？打磨边缘，因为这种比较长的边缘，我们一旦剪不好也是有毛刺的，对不对？好了，这是我们这个贴纸类的一个大的一个薄的贴纸，第二个就是厚贴纸，就是浮雕类。今天不管人多少啊，我也得把这个课讲明白，因为你们后期哪天不会的时候，回过头来看回放也能看明白，好吧？也能看明白。第二种就是这种偏浮雕类的，它是这种凸起的。剪不好的毛刺可以用，可以的。剪不好的毛刺，你是剪哪里？如果是在中间的话，你去磨是不太建议，因为一旦一磨，它容易把整个贴纸给带下来。这种单独的图案放在中间没有问题，但是你像刚刚咱们这一种的贴纸图案，你看啊。像这种咱不是涂了一层加固胶吗？你看涂完加固胶之后，它这个贴纸的边缘你几乎是看不见的，就好像这个图案整个是画在上面的一样。指甲边缘来看啊，怎么去弄？如果说我们涂完加固胶要上封层了，但是这个贴纸不是突出边缘是这样子的吗？我们就先擦掉浮胶，记得有回放的。怎么会没有回放呢？就是怕你们今天没有时间看了，或者说有没有时间跟课的学员，你们哪天真的遇到什么问题回来都能看见回放啊。看是可以去打磨，但是一定要加固胶之后去打磨，不要在贴纸上直接磨，好吧？加固胶薄涂之后，来打磨边缘的地方。但是不要磨到这个贴纸面啊，但是有一层加固胶，所以你磨呢它不会受太大的影响，看到没有？这样它的边缘就光滑了，你直接上封层是没有问题的。也不要说把贴纸往下折，包到指尖的部分，不要这样做。啊！贴纸就是卡在边缘，指甲留边，安全距离也好，就这个地方不是安全距离，就包边的位置是不能有贴纸的，好不好？不能有贴纸的。所以说，看似一个小小的贴纸，它很容易让你们做顾客容易去返工，一返工它就不是10分钟、8分钟的事儿，是你整个手指要重新做，从涂色开始有可能就要重新做，所以说这些小问题点一定要注意到。但如果像我这种小的在甲面上贴牢了之后擦干净，贴牢了之后不要用手去捏啊，用手去擦的话上面全是油脂，你待会上加固胶也不牢固，所以说擦掉甲面多余的，然后上一层加固胶包边压在中间就可以，然后再上封层，好吧？上加固胶的目的，涂加固胶的目的是为了隐藏贴纸的边缘。你们可以，因为在视频里面我怕看不清楚，自己去操作试试。你们就基本上上一层加固胶，它的这个贴纸边缘透明的地方可以说是几乎是看不见的，因为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叫哪一步来着？硅胶头把边缘给压实了之后再去上加固胶，不要有翘边就上加固胶啊。好了，这是这个。然后这3个字是擦浮胶，有新来的同学擦浮胶就这仨字写的过于看不清了。好了，这一个就会了吧？然后我们再上封层也好，我们在这上面去做一些我们想要的图案也好，再上图案也好都可以了，大家都可以加在底下，再加固胶之后操作，然后最后封层就可以了，好吧？这是我们的第一种啊，薄贴纸类的。来第二个，因为今天课程不难，所以说我会快速给大家去讲。第二种就是咱们的这个浮雕贴纸，浮雕贴纸里面的一些注意点跟这个薄贴纸也会有一点点区别，但是大多也是相同的，因为它们都属于这两个都属于一个什么呀？背胶贴纸。背胶是什么意思？就是身后背起来的那个背胶贴呢，它属于一个什么呀？就是贴纸后面自带粘性的这一种的做法都会有一点类似。自带粘性啊，有新学员的点一下屏幕空白处，这些字儿都会取消掉，好吗？自带粘性的这个都可以。第一个擦浮胶，也就是说，假如说我现在涂了一层透白色之后，我要先擦浮胶就是拿棉片蘸清洁水或者你的75度酒精把上面的浮胶擦掉，然后稍微晾干了之后没有问题了，我们再去取贴纸，然后也是同上的要先擦浮胶。第二步是什么？不能用手去取贴纸，也是一样。第3步来，然后你也要取图案的边缘，轻轻的用镊子取下也是一样，但是这一步跟刚才那个接下来就有区别了啊。前3步是一样，我们来看怎么去取，擦掉浮胶，然后取贴纸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取这个小猫咪，取个小猫咪吧，
这个取的时候不要直接这么去抠啊，我再说也不要直接抠，然后用这个，你看稍稍去折，你不要整个折下去啊，就是这样有弧度的一点，然后卡住这个边缘，你取哪里你就卡在什么地方，然后用你的镊子轻轻的啊，轻轻的去取开，就是不要用力戳，一旦戳了这个边缘它没有粘性，而且会容易凸敲，会凸起来，好吧？看不清啊，这边不好弄，咱就换个位置，换个角。然后镊子首先你要好用，我这个镊子就是有点杵地上了。好，看啊，好了，那捏好这个角之后，一点一点的去夹住中间，我们把这个图案给取下来，然后手不要碰，甲面擦掉浮胶之后，来放到甲面上，你想贴在什么位置？斜的也好，正的也好，放上去之后不要这个样子就行了，也不要拿手去压，不要拿手去压啊，要用什么呀？用镊子、硅胶头压整个贴纸的面以及边缘，着重在于边缘的地方是一定要好好去压的。也就是说，第4步同上啊，我这写一个，因为你们不知道这啥意思，同上。好了，先压整个贴纸中间的部分，用硅胶这个头压好之后，不要就停了，不要直接再去往下做了。拿你的硅胶头的这个边边的地方，把贴纸这些透明边缘的地方整个给它压一次，必须要压，这个没有商量的余地啊，必须要压。好，你看有气泡的给它赶出去，压不实的给它处理干净，一定要压实，边边角角这些地方都给它压好了之后，这个贴纸贴好了。如果我们喜欢有第2种类型的啊，喜欢第2个，我们也可以再去贴上第2个小贴纸，比如说这个，因为一整个甲面一个有点单调啊，就是贴纸可以相互组合着去贴，明白吗？不是说必须一个甲面只有一个贴纸，它可以组合的。就是差不多风格了，我们可以几种，然后任意去搭配，随意去搭配，一个一个去贴，把一个贴好了之后，再贴另外一个，别那个没贴好，就是上这个啊。美少女战士，边缘着重在于边缘，给它压的板板正正的。好了，来看这种浮胶类的贴纸贴好了之后，同学说，那我上一层加固胶，整个它的这种磨砂面，它的磨砂质感不就不存在了吗？对不对？它的磨砂质感就不存在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操作啊？注意看，接下来不是说最后到第5步要用加固胶了吗？咱这一个不是一样，这一个用加固胶是吗？也是，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这个贴纸是浮出来的，又没有错失那么多的情况下啊，注意看，来，先是加固胶，加固胶为的是什么？加固这个贴纸，它的粘性是远不及咱们光疗胶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想贴上去，让它平常咱们夏天又容易洗澡，在冲的同时它贴纸又不掉，先上加固胶，怎么去上来？先看黑板了啊，这是一个小重点，怎么去涂这个胶？首先取胶不要量太大，就正常甲面去薄涂，你看到没有？一薄涂这个小猫咪也好，蝴蝶结它就不是磨砂面，是这种亮面了。先不要管啊，你先把它能包在里面，这是我们做美甲的主要第一个，就是要结实，然后再是美观，对不对？很多同学说，那磨砂封层，你们看到很多这种卖贴纸的打板，它直接就是在磨砂封层后贴的，可以吗？可以，我待会儿教你们怎么上磨砂封层，好吧？但是不能他们就很多就是在磨砂封层之后直接贴上去就那么拍照了，但实际上我们真的操作的时候那样是不好的，而且效果如果你不那么做，它可能出不来那个效果。所以说大家以后再买这种贴纸类的时候，一定要去观察它的那个细节图，你要想仿照人家的板去做，一定看看它的贴纸能看到边缘吗？能看到边缘，它一定是没有包的，直接在封层后操作的啊。好了，来甲面看一下。薄涂了一层加固胶，先把边缘的地方，我们想要给它包住的地方给它包住，先给它包住，先不要管别的。包住好了之后，把我们的刷子怎么看啊？刮干净，还记得怎么当刷吧？就是咱们涂单色的当刷，刮的干干净净的，不要有多余的胶，不要有多余的胶，一点都不要。然后来就把沿着你这个小猫咪它的面上给它刮掉。你想要保证它的这种浮胶感，你看我刮下来这么多胶，能看清吧？我刮下来这么多胶，来在瓶口弄掉，再反复多次的把这个小猫咪表面的加固胶给它去掉，不要碰到边缘，主要碰到是它的猫身子啊。你要是不这么做，一层一层的胶叠加上去，你想要的浮胶立体感就不在了，你还不如买平面的贴纸，是不是？好，小猫擦干净了，擦蝴蝶结。我这蝴蝶结原来一直叫做蝴蝶蝶。
后来打字儿，电脑打怎么打不出来呢？还有那个我们这方言闺女，这个女儿那个就打个闺怎么没出来那个闺？后来再说哦闺女。好了，来看啊，假面多余的这上面的胶都擦掉。好，擦掉之后去照灯，好吗？一定记得这一步，不要省略掉啊！我给大家写一下。到前面几步都是一样，到最后一步的时候，涂加固胶是为了固化贴纸，加固贴纸。是为了加固贴纸，加固好了之后，先不要照灯，用干净的刷子把贴纸上的面、贴纸上的图案、贴纸图案上的胶啊，贴图上的胶刮干净，应该是就是这个字儿，刮干净，好吧？贴合画的感觉差不多吧？贴合画的感觉，有的是差不多的，有的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差不多，有的不一样。这个不能，就是贴纸是不能完全代替手绘的，贴纸是不能完全代替手绘的。你像一些简单的图案，它可能代替，但是比较复杂图案它是代替不了，有些图案是代替不了的，好吧？但是现在贴纸，哇，你们要真正买贴纸的话，太多了。一个店里可能有几千上万种的贴纸图案让你们去选择，但是真正的顾客在选的时候，这些贴纸你买回家，你放在抽屉里，有经验美甲师都知道，放在抽屉里那些贴纸，除非当下流行的一个款式，平常的话几乎是很少用的，所以你店里自己去宣传打扮啊。好，来看封层，那直接就涂封层，直接封层。然后我写完第6步啊，第6步就是涂封层，好吧？这个都一样啊，直接涂封层就可以了。这个的第6步，封层。亮面的和磨砂面的要注意，其实是差不多，亮面和磨砂面，磨砂的封层。如果说是亮封啊，我就拿咱这个磨砂封层来说，用亮封，咱说我要涂亮面封层，刚才的这一步连刮都不用刮，直接上也可以，也可以刮掉啊。但如果说是亮面封层，你就整个假面这么给它薄薄的铺一层就可以了，用亮封薄薄涂一层就可以了。但是用磨砂封层的话，我们想要这种贴纸浮雕贴纸的这种磨砂面这种感觉，一般我们都会用磨砂底。你们看到的那些宣传图，不要完全说为什么贴出来不一模一样？它那种贴完是好看，但是不结实。你们想要结实又好看，就按照温老师这个方式来，同样也是跟加固胶做法一样，先假面整个薄涂一层磨砂封层，然后用我们的刷子把图案上面的胶给它刮掉。实际上这个样子已经给它就是弱化了它的那种纹路感，已经很多了啊。但是我们想要效果更漂亮，咱就得这么做，好吗？就得这么做，要不然你待会儿这个贴纸整个感觉就不在了。刮2下，刮掉多余的胶；刮2下，刮掉多余的胶。就是图案上胶越少越好，尽量就没有，但是不能一点也没有，对不对？好了啊，行了，来照灯，刮干净之后去照灯。其实这种浮雕贴纸类的磨砂封层呢，跟这个的做法是相近的，但是像亮封的话是可以直接封层，不需要这么操作，它也可以按照这个方式来操作，就看你们要的效果了。但是你们懂得这里面的问题点，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就可以了，好吧？这是我们在贴纸类里面几乎就这么多。接下来给大家再讲一个亮片，一个就是转印纸这2个的做法，然后几乎所有跟贴搭边的东西都就过了。然后如果你们还有什么不懂，或者说你们能想到的，可以告诉我，好吧？可以告诉我，待会儿给你们看看，用咱这个方式做出来的这个贴纸表面，既又干净，然后它的贴纸本身的磨砂质感又存在，然后又不会显得特别的假，又不会超边。7秒钟我拿出来了啊，来看一下，是不是很干净？你也看不到我们贴纸的边缘，是不是干干净净的？然后这个小猫咪在假面里也很漂亮，也很干净，它也不会。贴纸不知道怎么搭配好看，看风格呀。卡通系列的就跟卡通系列的风格去搭配，然后你比如说他要手绘这种美少女系列，对不对？美少女系列的配色，黄色跟粉色，黄色粉色的主要配色，在这里面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加上几个这种小贴纸？
加上几个小贴纸，搭配好说，你们先学会，学会之后后期搭配就好说了。你看这种浮雕贴纸是不是也很干净？用这种方法去试试，而且从侧面去看，看你摸起来它的浮雕感是还存在的，但是可能没有刚开始那么强，但至少这样又干净又结实，是不是？但如果你们直接那么贴，肯定是不行的啊，肯定是不行的，好吧？这是这两种，会了吧？这两种都会了吧？会了之后咱往下过了啊。接下来咱去学这个亮片，亮片是咱们常用的一个美甲款式，常用的美甲款式。然后我先翻下一页啊。来，接下来是我们的亮片类。亮片类的一个做法，亮片类我们一般是在甲面上会去做什么？贴这个款式，比如说我用亮片去在甲面上做一个渐变，行不行？可以。用做渐变的话，那我这个亮片应该怎么贴？主要就是这种的啊，这种亮片的，亮片胶就好说了，亮片胶也比较简单。然后像这种比较，我拿一个亮片胶一块给大家说到，好吧？先是亮片胶，然后我们再来说这个贴的亮片，亮片胶，84。看啊，这里面有大有小，它跟这个区别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人家给你兑成的胶，一个就是你自己需要对焦，一个自己需要对焦，这两种的区别。来，首先来看，如果说我们要是在甲面上直接用这种胶去做的话，做渐变也好，做满甲也好，怎么注意？有几个注意点啊？这个我就是额外的了，额外的我就不作为说咱这个课程里面的内容我就不写，但是你们自己记下来这种的，好吧？涂亮片胶，假如整个甲面我们取完胶之后，咱们按照正常的刷法，很容易把所有的这个亮片刷到指尖的部分，后面容易没有胶，没关系。来，首先整个甲面铺上一层胶，就是把它的有底色也好，没有底色也好，先铺到甲面上，铺好了之后再去取。看啊，这次取的时候，我们在铺这个亮片的时候，你就是把胶给它怼上去，看到没？就怼到这个甲面上，然后一点点的这么平铺，就跟咱做建构一样，这么平铺往下带，看到没有？一般来说，用这种胶类的这种带亮片的这种啊，一般要涂2到3层，需要涂2到3层，根据我们的需要来定，需要涂2到3层。第一层大概这个样子，第二层往上叠加，如果感觉密度不够，再去堆。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用它贴出来的甲面，千万不要过厚，一定切记啊！如果最终做完之后显得指甲厚了，你一定要去刻磨，刻磨完了之后，然后再去怎么样？刻磨完了之后再封层，好吧？然后假如说这已经第2层了，然后第3层我就堆在中间。待会儿我给大家说这个亮片的那个定位问题，放亮片的定位问题，一层层往上加啊！夏天还是喜欢这种不灵不灵的效果的。好吧，这是我们这个胶，我就不给大家去额外去说，然后主要来给大家说这种散碎的小亮片，各类的小亮片，除了这种大大小小的，还有咱们那种碎的啊，碎的也是小亮片类的做法。我先说这种小碎碎的吧，好不好？碎碎的是比较简单的，就比如说这种，看，就这种我们在用的时候很简单，2种方式。这也是属于一个亮片，只不过是比较细腻的这种。比较细腻的这样的2种方法，我一说你们就懂。第一种是直接用它去用笔蘸透色胶，笔蘸着透胶，然后取粉，我写取粉也好，取亮片也好，你们知道这个意思啊，因为它比较薄嘛。第一种是笔呢，笔上有透色的胶，有蘸一点底胶也好，加固胶也好，然后去取粉，去直接这么沾粉，看到没有？粉就沾到了笔上，这是第一种。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往甲面上去涂，就有我们想要的这种亮亮的感觉了。这是第一种方式，是不是不难？然后第二种方式，你一说就懂，这些都很简单啊。第二种方式就是直接拿这个粉线在调色盘上，用透胶调和，用透色的胶去调好了之后，当成咱们的这种普通的亮片胶去使用是一样的。其实比较方便的话，直接是第一种，直接拿笔去蘸一点咱们的底胶，完了去蘸点粉往甲面上去刷就好了。这种小细的散粉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啊，一般这种亮片系列的，
如果你们有现在当下看不懂的一些视频啊，或者不知道怎么做，也可以告诉我，这几乎都有啊，或者几乎都有类似的。好了，来，这是小亮片，我们再来说这种大亮片，就是大亮片，大亮片这种，蓝色可能大家看清楚一点。这种亮片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亮片本身是没有粘性的，面呢要光滑。注意听啊，宝子们，先来看黑板啦。本身它是没有粘性的，而且它的面是很光滑的。当我们有的时候贴好的假面的亮片怼上去之后，刷了一层加固胶，我也根据老师说的，我要先涂加固胶，就是叠加上去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它上面会有小气泡，下一层的时候中间又有一个小凹槽，是为啥？就是因为这上面是没有粘性，是光滑的，它的胶淌走了。所以说我们贴完这种亮片，如果再上一层加固胶的时候，一定切记检查好了之后立马去照灯，不要等，因为你一旦等，它上面的那个胶就会成一个小凹槽状，就好像胶自己跑掉了一样那种感觉，好吧？所以这有几个注意点啊。来，假面怎么去涂这种大亮片？第一步怎么涂？第一步，我们假面整个假面去涂一层加固胶，但是贴亮片的时候用的是要粘稠一点的加固胶，不要用太稀的。你用光疗胶去贴都没有问题，明白吗？一定要用粘稠一点的胶啊。就是假设说我们现在底下涂了底色或者做好的某个款式，做好了渐变，我想往上去刷这种亮片，对不对？来涂好之后，来取咱们的亮片，拿什么笔呢？拿你的拉线笔，用拉线笔去开始做。看啊，现在主要是实操部分，来拉线笔，你拉线笔上没有胶的话，你直接这么粘是不是粘不起来？不要说直接往里扣啊，不要往里扣，然后你用你的笔去碰一碰假面，它多少带点胶，完了取亮片，取什么呢？先取大的，大亮片，是不是看不太清？看到没？先取大亮片，铺到哪里感觉没有粘性容易掉了，底上再蘸点这个胶。卢老师说教过大家定位方式，可以用这种三角定位的啊。亮片上面一层就是一层，我们不要就说这一层上面我在大亮片上叠加一些小的吧，你叠加了一会儿一擦也就没了，它是不牢固的。所以先把大亮片怼上去啊，这个应该涂个底色，没有粘性了啊，我再去取点蘸点胶粘上去，对不对？注意看我的这个布局，我是在怎么样把大的往哪儿放？来去找找。看看我把大的亮片是往哪里去放的，都是在中间，对不对？看一下资讯班图片怎么做。好的，可以的。我把大亮片都在往哪里放？我没有去往边边上怼吧，都是在中间。也就是说，主要的大亮片都放在中间。如果我们需要比较满的，我们可以中间，我再适当的用小的去填补空隙，把中间的这个地方给填满。然后用这种亮片就是这么去做啊，是最结实而且最不容易出问题的一种。你们后期要不然打磨的那个时间段，你觉得当时是扣上去也省事儿，但是后续你打磨的时候，怎么就反反复复就有这么多的那个啥呢？就是说今天的课程，我刚突然想，同学问我今天是不是会快，我也不确定会不会快，然后就主要还是都讲完为准。亮片和亮片之间不要进行叠加。来，第一层边边角角的地方，我们就用什么呀？用这种小的碎的去填充。边缘的地方贴的亮片都是小的，不要去贴大的啊。你可以贴中号和小号的混合，但是不要贴那种最大号。这是还有包括这种细闪粉呀，也可以叠加在中间。然后因为我这是个透明假片，所以大家看起来可能不太清楚，但是我说的注意点，大家必须得记下来，然后也得照做，好吧？也得照做。这种满甲类的。因为这是一个偏透的偏透的这种甲片，所以没有涂底色。没事的，直接擦掉就好了。你刚刚我跟你们说的细粉类的那种最近比较火的那个叫什么乳白色渐变，对不对？乳白色渐变后缘是亮片的那种做法就是那样啊，把后缘直接取好的那个亮片后面去铺完了之后，前面去加固胶，完了去找平做渐变就可以了。
好了，第一层咱基本上先把面儿都给它填进去，大大小小的坑都给它填好。如果我们想要它的这种层次比较重，或者说让它亮片比较多、比较密，我看不到底下、看不到空隙的情况下，先去照灯。照灯之后，我们叠加第二层，用粘稠的胶先去整甲铺啊，铺满甲。第二个拉线笔，蘸亮片，蘸胶取亮片。第三个注意点，画信号的，就是大的往中间，放中东，大的放中间，一定记得所有亮片类把大的往中间放。如果是全是这种大亮片的，那你这不好，这个咱另说啊。但是主要还是把最大的往中间去放，这样会显得你指甲更瘦长。如果你中间放小的，两边放大的，就跟堆满钻一样，肯定会显指甲宽。肯定会显胖啊，肯定会显胖，这个毋庸置疑，你们可以自己去尝试，好不好？亮片上叠加亮片是不是不会牢固？对，如果在同一层上面，你看，就刚刚咱们铺好的这一层，对吧？你这一层上面，你像这个小亮片，你看到没有？你看，只要在这个亮片上面有这种小的，你就放上去也没有用，一擦就掉了，看到没？一擦就掉了，所以说只要薄涂一层就可以，薄涂一层，贴上一层亮片就可以。如果我们想要叠加好，照完灯之后，我们再取胶。我们再次取胶，你应该能看得清啊。看啊，再次取胶，薄刷在甲面上，先不要管你第一层的这个厚薄程度，你就先刷上去就行。好，你看它的这种折射感就来了啊。我们要叠加亮片了，好，再取咱们的拉线笔。你看，我们再去第二层叠加，第二层叠加的时候怎么样啊？跟第一层是交错的，不要跟第一层是重合，跟第一层是交错的，这样你整个甲面做出来才会比较满。如果说你是重叠的，那么你那些空洞啊什么就作用不大，而且不用非得说大亮片和大亮片之间用大亮片去填空，你也可以用个小的去填，但是呢，主要还是大的往中间放。然后比较中号或者小号的往边边上去堆，两个亮片中间也不要有叠层，叠层的地方不牢固，没有粘性啊。叠加堆，往上堆，对不对？这个反正注意点说到，你们根据情况去调整啊，不要就是说你非得跟顾客去讲，我们陆老师说了不能这样做，这样做不好，怎么样，该制止的时候制止。但如果顾客就是喜欢那个显宽的，那你就该怎么做怎么做，好不好？你看这样不就满了吗？是这个意思。对，还是加固胶啊，还是加固胶，涂的都是粘稠一点的胶，用加固也行，用光疗也可以，只要是偏粘稠类的都行，因为它不会淌。如果你用底胶去贴，它就很容易往两侧去淌，你还没确定好形状的就跑偏了，好吧？用加固胶就可以，不需要用什么特硬的硬式封层呀，不用那些啊，不用那些。我们堆的大亮片，就是方式有好多种，但是我金伟老师教你们的就是能让你们尽量少去返工的一种方式，做的又结实，然后效果又能出得来，又不至于说那个差的太大啊，不至于差的太大。好了，中间我选一个颜色实一点的，然后盖一下。把这个地方填一下，然后两个亮片不要在一层上去叠加，没有用的。我刚说过，对不对？给大家刚才看过啊。照完灯之后，我一碰就掉下来了。好了，来贴好之后，记得检查再照灯。贴好后检查再照灯，什么叫检查呀？你这么看，哎呀，挺好，满甲这种效果也有了，对不对？怼出来的。然后啊，把你的指甲和顾客的指甲侧过来，再去检查甲面有没有这些亮片特别翘边的地方。如果有，给它压下去，你轻轻的用手去压一下就好，给它压下去，稍微调整一下位置，它不会差太大啊。稍微去做调整，如果没有特别厉害的话，可以照灯，但是有的亮片它就很容易翘起来，咱们这样看不见，所以说一定先要检查之后再去照灯。照灯啊，照灯。我们看一下咱们同学发的一个什么图纸，学习图4组。这个就跟刚才一样呀，像这种亮片的啊，我去拿一个，我应该有。然后这种亮片跟刚才这个做法是一样，它是那种薄，就是这种长方形的亮片，取好之后挨个往上怼就好了，挨个往上怼就行，能明白吗？就是一个一个的往上排，排好之后再叠加颜色，叠加
啊，视频太多了，就是两个大手指全是视频，就是好几层的手指。长方形跟这个做法是一样的，宝贝儿。长方形跟这个做法是一样的，它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跟这种类似嘛，对吧？跟这种类似，就是也是长条形的。我再接下这个，我给你浅做一个啊，是一个意思。这个做法跟那个一样，这不是钻啊，这个就是些贴纸，就是贴纸五花八门的贴纸。如果有这种钻的话，平底钻，那你贴的时候就要分看钻的一个粘贴方式了，好不好？好了，这上面如果我们要贴这种的话，就是排列，我用这个在纸上排列吧。哎，甲面上这儿放一个，哎呦呵，挨着放呗。对不对？就是选不同的颜色挨着去放，没什么难度，做法是一样的。大家要学会去学习，就是你们学会了技巧之后，不同的视频你直接对应过来就好了。但不是说你跟我一模一样的视频会做，不一样的就不会做了，那就不用排着往上一点点的往上放就好了嘛，是不是？然后最终放完之后的做法就是这样，放好之后它的甲面胶肯定是突出的，你看它那个胶的整个是有一点点那种比较厚的感觉，所以说它是用了加固胶去表平甲面。表平甲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稀一点的加固胶，或者用咱们的流品胶就行，用流品胶。但是涂的时候，这里就要注意一点了，来，先整个甲面刷上一层。你就这么刷一层是没有用的，它的面是咯咯楞楞的那种。我们想要甲面光滑，哎，光滑一点，那我们就看啊，侧过来，用你的胶稍微厚一点，直接躺下去，看到没有？直接躺下去，让整个甲面是光滑的，这么一层。就做上去了，是不是很简单？是不是可简单了？侧面也是一样，哎，稍微往下带一下胶，就跟咱做建构是一样的。然后做好之后，不要被你光的折射给影响到，然后你只需要从多角度去观察它的甲面，哎，平滑度是可以的。然后也要去看什么呢？看如果说有的视频是不是那个视频上面的胶没了，那个胶是不是没有了？哎，涂好之后去照灯。边缘怎么做和贴纸弧度不一样？先贴上，贴好之后涂加固，涂好之后打磨，就是刚刚这一步，就算边缘有突出的胶，你就贴上去之后，你不可能当下剪，你剪是剪不对的，所以你只能贴。贴完之后上加固胶，照灯，拿出来之后把边缘打磨，这不就刚刚咱们之前的那一个吗？跟贴纸一样，不合拍的，尺寸不合适的，先上完加固，然后擦掉浮胶，打磨边缘，完了再去叠加封层就可以，好吧？你说。了啊，加固胶，注意看，贴好之后检查没有问题了，去照灯，来拿出来，擦掉浮胶，一定要有这一步，不能省略，擦浮胶，擦掉浮胶之后怎么样？打磨甲面，打磨至平整，最后封层，这是咱们亮片类的一个做法。好了，来，我先写出去，你们自己记，拿出来照完灯，擦掉浮胶。擦完浮胶，你会能摸到它有些亮片是凸起的，而且你在打磨的途中肯定会有很多亮片掉落，这都正常。打磨整个甲面，如果你刚刚那个贴纸是不是这一层，你就可以拿你的修行锉把边缘的地方根据你的甲钳去给它磨掉了。正好咱们说过，指甲的两侧以及包边的地方是不能有亮片的存在。记住啊，它只能有胶，不能有亮片，有亮片肯定会掉，就跟有那个魔镜粉一样，有这种粉它没有粘性，肯定会掉。所以说边缘你干脆直接给它磨掉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打磨甲面啊，用粗砂面就行，用海绵泡的粗砂一面，一边磨一边摸，一边打磨一边摸甲面，去摸试试有没有凸起很厉害的地方或扎手的地方，有的话就打磨，没有的话好就可以结束了。不用磨的特别光滑啊，差不多就行，因为封层我们还会找平的，但是你也得磨个大差不差。哎呀呵，这个不太粘了。但是你看这个之后，我突然感觉贴纸完了，咱们上一层磨砂封层也挺好看，对不对？也挺好看。边缘别忘了带一下，不要有亮片，甲面摸起来问题不大了。好就可以了，再上一层磨砂封层看啊。打磨之后要不要上底胶？这一层说实话可上可不上，可以上可以不上。如果你怕容易掉的话，那就上底胶，完了再上磨砂封层。因为打磨过的甲面嘛，打磨过甲面直接上封层也会不牢固，但是我们也可以直接上封层，可以直接上封层，也可以上一层底胶再封层，好吧？来，我上一层磨砂封层，这样大家能看清楚。你们喜欢亮面上亮面，喜欢磨砂面上磨砂面啊。
但是这样去操作出来的那个面儿，至少它面儿是光滑的，它没有很明显的突出，而且什么呢？我们这样做完假面，就算有的地方漏胶也不怕，在胶上之后再叠加胶，它就很容易牢固，就不会跑掉，就不会滑掉了啊。那个胶亮片上面是不能，要多注意的。好了，那做渐变不就都会了吗？最大的带下面，或者最密的由密到虚，再上一层加固也是可以吗？你上加固太厚了，你为什么要再上一层加固呢？上底胶不行吗？底胶比加固还更牢固，有更牢固的肯定要选择更牢固的，上一层底胶再封层，封层底胶要包边，封层要包边，你做的这个指甲指定很结实，好不好？就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每一层包边到位，就算最后咱整个指甲边缘都给它打磨完了，边缘留边咱也不留了，就给它磨掉了。它也很结实，不是说你们看到的像我这种，是不是看起来好像没有包边一样？实际上不是没有包边，而是都包过边。最后在封层结束之后，我给咱给磨掉了，咱给它磨掉了而已，它不是没有包边，好吧？等一会儿啊，这是咱这个亮片的做法，这个没有问题吧？亮片的做法没有问题了吧？大家有问题抓紧问啊，抓紧说，抓紧问，没有问题咱就过了。其实贴纸类的东西就那么多，来来回回换汤不换药，基本那就那样，是不是？就那样。来，最后一个转印纸，我的笔呢？笔上哪？今天找不到笔了。这没问题吧？好，没问题，咱继续第三类。第三类是什么？我看看这个写清楚了没啊？对，大亮片，比较细腻的。好了，第三种就是咱们的转印纸类，转印纸。啥叫转印纸呀，宝子们？这个叫做转印纸，看到没？这个叫做转印纸，也就是星空纸，就是这种，就跟你们拿呀，我这东西拿回，这是啥呀？这干啥用的？我就当时觉得好看，买回去。这个是啥呀？是玻璃纸吧？是不是玻璃纸？玻璃纸、转印纸都一样的啊。星空纸、镭射，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些都一个意思，反正只要是这种你看成卷的没有粘性的这种做法，接下来就要看了。包括你们看到那些玻璃甲做法，也是跟这个有点不一样。玻璃那个只是用它贴纸的折射面，然后咱们用转印的这种做法的话是另外一种啊。好了，这个你看在磨砂面之后，对不对？哎，这个亮面挺好看，对不对？磨砂封层效果竟然不太一样，这样看起来。看到没有？大亮片都在中间，周围的都是一些小亮片，对不对？它没有那种大亮片往边边上放，它看起来就要舒服很多啊。这个还不难看，这个不难看，就你们以后尝试着用磨砂封层做个试试。亮面的就是这种感觉，然后磨砂的呢，看起来好像还挺有层次的意思。好了，来，这个放在这边了啊。我们来看转印纸的做法。转印纸在操作的时候，实际上。很容易出问题是什么呢？整个甲面转印图案一不全，一不完整，所以说我们有时候需要怎么确定，怎么能够保证它甲面能够转印完整？假如说咱这个涂好底色了，涂好底色之后，我要在这上面去做转印，甲面先涂一层底胶，防止我们待会儿再擦呀或者遇到什么情况容易整个掉落啊，指甲没有粘性，先薄涂底胶。底胶涂好之后照灯，就是在色胶之后，然后取咱们的这种啊，取这种纸的时候，大家如果说包括有一些图案，我们可以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取回来之后不要这么着，就成卷，每次打开都是这样，我们可以分次直接整个给它剪断，因为你指甲再怎么用，不也就那么大嘛，对不对？它又不可能用到很长条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先给它剪断。这我自己爱用的方式啊，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然后可以剪长，可以剪短，根据你们的需要就行。剪长剪短无所谓，然后给它整个再塞进去，然后每次用的时候取一片就可以了，就不用次次去剪了啊，不用次次去剪。包括有的时候我上一个这个吧，等会儿在这个之后我上一层。
沙中层，再我们用它做另外一种最常用的一个方式。咱先把基础的学会，好吧？你看粘性多大，像这种贴卷片好好用。可以。来底胶之后，我们去涂转印纸啊。转印纸一般我们需要想去转印这一系列的图案的话，我们需要用到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星空胶。星空胶它的这种星空胶呢，它有点类似像那个像什么软化剂似的，是乳白色，但是刷上去过一会儿之后就变成透明的。这个是不需要照灯的。需要照灯的叫做什么？叫做转印胶。不同的品牌它有不同的名字。需要用到的是转印胶，也叫做星空胶。转印胶是需要照灯的，也有可能不需要照灯。但是你们要买的时候注意，你那个需不需要照灯？需不需要照灯？只要是透明的，基本上都要照。照灯多久？照灯1分钟。照灯1分钟啊！我给大家用这2种方式都做一下，就是你们不管用哪个胶都可以。用这种转印胶的情况下啊，操作方式来，在色胶之后，整个甲面先涂上一层。它这种转印胶味道会比较大，大家就不是比较大，它会有味儿，它会有味儿的，很正常啊。你看刷的时候，它也没有那么的就是光滑。来，刷好之后，先去照灯。转印胶第一种。照灯的去涂好之后，照灯1分钟，1分钟到2分钟，根据你灯的瓦数来，一定要先去照灯1到2分钟。照好灯之后，如果想让你这个转印的图案更加完整，教你们一招，擦一下浮胶。转印胶的浮胶给它擦一下，但是不要太用力，用力的话会把整个胶都给刮掉。然后拿棉片蘸着清洁水。拿棉片蘸清洁水去擦，必须要用转印胶嘛？没有转印胶，你也可以用这种星空胶。这种转印纸是必须要配合转印胶的。你要说用加固胶成型啊，不行，它有另外的一种做法，加固胶，但是不是用在现在。如果想让整个甲面图案转印清晰明了的话，可以有的胶是可以在照灯完了之后直接去做转印的，但是有的是怎么样？擦掉浮胶之后会更加结实，你转印的图案会更完整。来，这不是照完灯了吗？照完灯你摸甲面是很粘的，直接这么转印可以吗？可以。我们也可以把上面的这层浮胶给它擦了，擦掉上面的这一层浮胶。擦完之后不要马上去照，马上做，稍微晾一会儿就吹一下，让它上面它粘性会比较强的情况下，我们再来一操作啊。这是一种。然后有的时候呢，你像咱们正常转印图案，我是直接做完之后直接就转印了。哎呀，这么粘的我这个，涂一层啊，为啥再涂一层？因为刚才让我的手在碰尝试，就是正常咱其实按照标准来说，一般的这种图案纸呀，它都差不多。不要觉得说是纸有什么多大好运不好运，其实也会有，但是问题小，问题就在于你们前期操作这个胶上面有没有光滑，不是有没有光滑，有没有就是粘性比较大，粘性小的时候是做不好的。然后我再做另外一个啊，两个同时去操作。来，甲面第2种方法是在甲面直接涂一层这个不需要照灯的转印胶。你看啊，它是这种乳白色，然后甲面刷上去，说实话，这种会比转印胶更结实，而且也快，所以你们可以选用这种方式。买这个，这也不用照灯，但是要等到什么情况下呢？就等到你涂的这个胶变成透明的为止，全部透明为止，就放在这就行了啊。它联系不好就是需要等。然后这个照灯1分钟，哎呀，这个粘性巨大。好了，来取咱的这个转印纸，把你想要做的这个图案直接放上去，难免肯定会有一点小漏洞啊，这大家做好心理准备。然后你喜欢这样的纹路就这样做，喜欢那样的就那样做。
好，放上去之后还是取咱的硅胶棒，先压中间，然后一点点往边缘去过渡。你看，因为它甲面已经有，它是会有弧度的，你想要完全贴合肯定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肯定多多少少肯定有点褶皱，但是都得这么做啊。然后弄上去之后，只要贴的差不多了，你拿指甲盖儿把它这个边缘卡着指甲边缘的地方给它刮一下。如果在手上的话，我们就可以拿镊子把这个边缘刮一下，你看就沿着它指甲的纹路边缘，看到没有？就断掉了。也就是说你哪里有胶它就能贴住，没有胶的地方就贴不住，或者说它这个胶你粘性不够，它也容易不结实，也容易粘不住。软硬纸跟大家说个咱行业内的问题，它很容易出问题，就是很容易做不好。但是它贴局部的、贴部分的那种可以，尤其是满甲很容易做不好，而且做出来有的时候效果也会差点事儿，所以说做的也比较少，是真的啊。容易出问题的这些你们看着吧，一般行那个咱这个出现的这种款式都不多。但你要做满甲可以吗？可以，就是麻烦一点，一点点来啊。好，贴好之后来一边撕一边检查，有粘不住的再压一压，再撕。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没有压好，那咱给它再来点。你不是看我这个有的时候就看困了，我又没有，我怎么跟着你学呢？是不是？来。来啊，看整个甲面的转印差不多完成，但是现在是不是有空洞的地方？有空洞的没关系，我们找好差不多的地儿给它看，这么放上去一下下你是看不出啥来的，对不对？我在这儿给它来一下，就是把这空洞给补上，哎，这不就转印成功了吗？就是稍微留了那么一点点没关系，你也别去刻意给它在那一直刚那个较那个劲，你就撕下来完了，哪怕你再涂一层加固胶，把空余的地方我单独给它补一补，是不是？我给它补上，这不就看不出来了吗？一个小蛇纹的，然后边边角角的地方，待会儿咱说过什么了？上完加固胶之后，再去给它打磨边缘啊，转印胶、照灯擦浮胶去贴，贴好之后上加固，你一定记得上加固、打磨边缘。这些是不能省的这些步骤，来涂一层加固胶。上一层加固，你这个贴纸上的一些褶皱纹理呀，它也几乎看不出来了，啊。然后我们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如果真的有一点就是看起来很明显，你可以用胶去填，用胶去给它填上颜色。来，照灯。转印纸两种做法，这个猩红纸也基本差不多了啊，咱们也是可以，拿这个吧，用玻璃纸。我这图案特别多啊，我觉得用哪个都一样。你看每次你都得现抽，这些东西你就买个稀罕，你知道吗？就是买个稀罕，就是你可能一年也就用它4、5次，也可能就用它4、5次，但是你还得有，你不能没有，就是开美甲店就这样。很有意思啊！来取的这个纸，直接一定记得这个转印纸不要用亮面的这一面去贴，用反面这一面是对着甲面上的，反面的这一面是磨砂的这个面是对着甲面的啊，不要用亮面的去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不清的时候，你摸一摸也能摸出来，放到甲面上。你们看到很多款式，有的时候感觉用极光粉好像到不了这种亮度，但是它又没有那个贴玻璃纸的那种痕迹，它有可能用的就是转印纸，知道吗？用的转印纸，边缘压实。这个没有照灯啊，这个是速干的，速干就是它自然干透的那种，然后咱给它取下来。这种没有图案类的是最好做的，为啥呀？是因为就算贴不好，你就是补个颜色，旁边给它补一补都没有问题。然后还可以怎么样？比较软的贴纸，你比如说这个，我甚至可以直接给它刮下来贴到甲面上，就形成这么个感觉，也可以，对不对？也可以，就是不需要给它完全转印，我非得转印行不行？也行，但是你不转印的话，行吗？也可以。哦，这是玻璃纸，这个不是那个转印纸，不是个眼睛，我说咋就印不下来了？再给我涂一层啊。
突然打开一看，它好像不是的那种转印纸，我随便再拿另外一个，稍微等一下就会儿。这个会了吧？然后对于玻璃纸另外那些的其他用法，我跟你去说啊。印纸。转印纸图案非常多，各种各样的都有，洋气的有土洋的，反正各式各样的都有。然后我呢这一个还是整假的，我就用这种图案，我用这种花的图案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这些都可以做。然后大花嘛，这个有的时候也比较好看，因为我们玫瑰花也就不用画了，直接就做就好了。这种花你们这这么整着看是不太好看，真正做顾客的话还是可以。一定等它干透，干不透是不好用的。然后干透之后，我们就把对应的图案放上去，然后转，弄下来就行了。大壶是吧？我这有的是，我这东西不比大家少。做一个美甲师，就是你做上10年，你的饰品永远不够，永远不够。所以美甲是一个大坑。有的同学新报课，我就会说欢迎进入美甲大坑。不是我坑你们，是这个行业坑，是不是？是这个行业坑。没有干透，就粘性不够，你撕的时候就带不下来啊，得多等一会儿，好吧？来，我在这个期间呢，我教你们做另外一个，就是像咱们常用的，这个浮胶之后直接上封层就可以了。别忘了边缘，如果需要的情况下，我们擦掉浮胶，打磨边缘，对不对？擦掉浮胶，打磨边缘，没有问题了。好，我可以上封层了。这个其实像这种蛇纹款式，它适合跟一些金属制品去做一个搭配。比如说这个，我之前打过一个板，我给大家看一下，你们我找找啊，不对，在我这个手机上，等我下播吧，下播你们看看这些款式，有的是这种蛇纹款式，对吧？哎，真好看。这东西可能觉得这东西有点害怕，但真好看，因为有个小爱心，是不是？啊，照灯，这个好，差不多了。就把我们想要的大花儿，哎，这么印上去。在甲片上这样，真人手上的话，比甲片要好做得多，因为甲片容易跑，它老容易到处自己跑，我也不知道他想干啥去，反正就是压不住。在真人手上要好做得多了啊。这种星空胶，你们买的时候就买这种星空胶，又便宜，然后还快，不要快啊，它就是牢固度高，粘性强。来送大家99朵玫瑰花。感觉中间撕的时候有点容易掉的，再压一下再去撕，不要直接撕下来，因为像这种图案类的，你去再往上压一次的话，会不太好看。好，转移好了，别忘了上夹布再上封层，是这么一个顺序啊，先上夹布再上封层，或者说你上底胶也可以，因为像这种速干类的胶，它也没有粘性，你用底胶包一层的话，是不是也会更结实，对吧？先上底胶，再封层。因为它没有什么太大的突出，我们也不需要磨两面，对不对？因为一磨你这花都没了。然后在这个上磨上封层啊，就亮缝有点太土。底胶刷上去，包边找平，正好用底胶找平包边。这个小色纹的，呀，真好看！我也觉得这个真好看。个人喜好啊，个人喜好。好，来再跟大家说转印纸的另外一种用法，比如说我们这个甲面，我先擦一下甲面，上面我想叠加一些这种立体的纹路，转印纸，像你刚刚咱们的玻璃纸啊，这些用法还能怎么去操作？来看啊，我先甲面涂上一层磨砂封层，我先去涂一层磨砂封层，就在磨砂封层后操作。对的，你们没看错，就是在磨砂封层后操作。好了，照灯。我们剪一剪就比较好用，就是我个人习惯啊，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的。你看我这些之前的有经常用的都剪，不经常用都不剪，你就看这些东西就知道我使用频率有多高了，使用频率有多高了。
进去，然后需要多少用多少，每次直接取就可以了。这个对咱们来说比较省事儿，而且它不容易浪费啊，不容易浪费。用不完的可以再塞回去，只要你用到的这个都没问题。这个上磨砂封层，先给它照灯。然后这是转印纸，转印纸可以配合饰品来操作，不一定是说转印图案只能就这么完整，就这样就结束了。你上面可以贴各种各样的饰品，对不对？好了，来看啊，就是在这个磨砂封层之后，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可以取咱们的这个光疗胶，光疗胶也好，加固胶也好都可以，这是也是一个常用的用法，可以用它来做饰品。来看啊，光疗笔。取胶在甲面上来看，一定要用什么呢？可以用粘钻胶、大地胶等等等等都可以，一定要用流动性差的、粘稠一点的胶。你比如说，我就放到这儿，对吧？这么一坨胶，不要太厚，但是也不能太薄，也不能太薄。点上去之后来看啊，卡了吗？应该是没有。来看，把你的这个转印纸，你去剪出大小的适量，不要太大了，不用太大，适量，然后直接整个放上去。我再剪小一点，让大家看清楚。你们用粘钻胶是最好的，因为它不流动，流动性比较差。然后放上去，放上去之后，来从侧面看，拿你的手这么去压一压，看到没？这么压一压。小张同学不是说必须要用粘钻胶，必须要用转印胶吗？来看分图案啊，随机图案。来放好之后，拿去直接照灯，不用撕下来，拿去照灯。光疗胶、粘钻胶都可以，都可以。然后在封层之后操作，在局部你们也可以在要粘钻的地方先薄涂一点点底胶也可以，但是磨砂封层影响不大。磨砂封层跟普通的那种亮封它不一样，它的这种粘性要强一点。看这个土里土气的大花，加上一些什么呢？咱们的石膏胶，比如说有点石膏胶，上面画点石膏胶，这就看起来好像比较丑的一个款式。石膏胶找一支废掉的笔刷一下，随便找支什么笔，对吧？去做一些那种小花园的那种风格类。哎，涂多了啊，涂多了，这中间咱先给它擦一下。然后这个可以配合其他的这么去做，你们也可以勾周边，也可以勾边，也可以做整个甲面。反正只要做完你觉得漂亮就行了啊，觉得漂亮就可以。要勾边的话，咱们用拉线笔去勾。因为石膏胶它属于一个免洗类的胶，所以说你在勾完边之后，你就不封层都没有关系的，好吧？它是不会有什么浮胶存在的。对不对？勾上个边边，中间，然后检查一下，不要太凸起啊，因为你不再封层了，有尖有角的，很容易就磨伤、刮伤，摸着也不舒服，好不好？比如说这个，还有一些小贴纸类的那种转印纸，前一段时间也比较火，就用你们手里所有的东西去研究着做。来，照灯，照灯。大家看我卡不卡？告诉我，大家告诉我卡不卡？我看一下，我这网络显示是绿色的，非常通畅，一直从头到尾都是这样。你切一下试试。我这还行，还行，不卡的。你切一下自己的网络试试。好了，来看看这个啊，转印纸上底下用了这个胶，我们只需要怎么？在照完灯之后，把你的转印纸撕下，哎，把你的转印纸撕下来。这没有照灯，没有照干嘛？这么稀的这个胶还是？咋这个胶是稀的呢？没有照到啊！你看都擦掉了，重新来一下，重新来一下。然后就用咱那个光疗胶也好，粘钻胶也好都可以，甚至加固胶都没有问题。我觉得咱加固胶就行。跟大家说一下，粘稠一点的加固胶。你们真的卡呀？不会看半天都卡的不得了啊！放上去照灯啊，先照灯，多照一会儿，因为刚才没照灯，时间不够，自己就灭了，所以说没有干透。这个咱给它先扣下来。好了，这个是加固胶，就随便什么粘稠一点的胶放上去，放好之后照灯，照完灯完了把那个转印纸，把转印纸直接这么看一个
很漂亮的小视频就完成了，就是能给它转移下来。也就是说刚好你只要照灯结束，照灯时间够就可以，看到没有？我们有时候想做一些小视频也可以这样，还可以做各种形状的，好吧？就是在甲面封层之后涂上一点点加护胶或者任何一个粘稠一点的胶，把你的这个转印纸撕小一点、减小一点放上去，压平，压出你想大概要的形状来。一般是椭圆或者圆会多一点。然后拿去照灯，照完灯之后再撕下来，它就是有这种效果。然后我们上面是不是周围可以再添加饰品呀，或者再加其他？然后周围我们需要用硬封给它包一下边啊，用硬封包一下边。然后上面我们也可以再，哎呀，不好意思，我这凳子哪天再给我坐穿了，我再给它硬式免洗封层。现在这个是，对，封层之后。你们也可以封层之前，就无所谓啊，无所谓。反正就是这个做法，就是在涂一层粘稠一点的胶，把转印纸放上去就行。你看，硬封把周围包边包一下。我就不去再贴饰品了啊，贴饰品咱之后可以，这几天会成天贴。就今天先给大家把简简单单的把这个给它做一下，硬封包边，注意光滑度。你说咱们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冰块架，它也可以这个样子的啊。来，先照灯。照完灯之后，我们的那个面上是不是可以做出这种平面，也可以做过立体？锅边擦个抹净粉也可以，擦不擦都行。要的是它这本身的这种质感。如果擦了抹净粉，上抹净粉它就是另外一种风格了。你们就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调整就可以了，好吧？然后你比如说这个面上，你可以先薄涂一层底胶，完了涂完底胶，上面我想要它那种立体的感觉，小凸起，是不是咱自己这样就也可以做饰品？多去研究啊，咱们手里的东西多，它的任意组合也会比较多，能组合出来的款式也很多。哎，我这个笔上有颜色，所以看起来不干净。好了，稍微厚一点，你看做出这种小玻璃面的，对吧？喜欢磨砂面做磨砂面啊，就那样上一个封层，上个磨砂封层亮封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不行也可以这种去做，也可以在这后面我们去包一个边，甚至你说我转印纸用这种银色的行，那我中间是不是可以选用咱们的这些小花类的，对吧？小花类的我贴上一个小花，然后我再去上面去包起来，周围我搭配上其他款式，是不是也可以？但是方式做都是这么去做，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这些就是怎么去使用它。但是这个我从来没在课程里面详细讲过，所以今天给大家把这所有东西都讲完。然后这个照灯，这种感觉啊，就跟贴个大钻似的，然后因为有的款式你就不用画了嘛，直接转印纸印上去，包括你说我用蛇纹中间印上去，我上面去做一个这种亮封，周围呢我再搭配一些其他，那是形成了另外一种风格，就是可以这么用，好吧？在饰品上底胶是为了有粘性，再上硬封，上底胶都是为了增加牢固度。增加牢固度，就是底胶的作用是什么？增加本甲和底色胶之间的牢固度，增加本甲和其他胶之间的牢固度。因为底胶它是甲面打磨之后它是磨砂的嘛，对不对？你如果直接上封层不结实，上加固部分不结实，但是上了底胶再上封层或者再上其他，它就要更牢固一点。因为这个转印纸它的面是什么样的？它是光滑的，你想让它去有粘性带住胶不可能。所以说，如果你想让它更结实，再在甲面。都是先涂一层底胶，就在那个面上薄涂一层底胶，然后再上封层就可以。这是我跟你们说做顾客的时候，但是打板的话没有这么复杂，就我做一个板放在这儿去宣传的话，不用这么复杂，直接上封层就可以了，好吧？你们知道有一些问题，我得提前告诉你们，以防万一你们做顾客有遇到难点。贴纸类，你看各种跟贴搭边的，这不就咱就做好了吗？对不对？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就做什么样的，就各式各样。贴纸它可以有千变万化的感觉，但是就是多做多尝试啊，多做多尝试，好吧？你们大家到今天来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快问，没有问题咱课程就到这儿，大家回去练习一下，手里有啥就练啥，就用一下。然后作业呢，就是你们随便去做。你们每个人到现在来说，你们的产品不统一，就是有什么东西不一定，所以说你们就根据情况来定，好吧？先去做任何一个拍近照发图片，然后咱找你做的那个问题，看看大家发挥你们的想象力，把东西之间相互组合，能不能做出什么好的搭配来，好不好？